夏天多少度就不能给多肉浇水啦？为什么有人38度还在任性浇水？我才33度，一浇水多肉就嘎。13年养肉经验，今天一个视频教会你如何看天气预报判断该给多肉怎么浇水。首先，你的肉是不是软了？捏一捏，肉软了，那就是缺水了。其次，打开你的手机天气预报，看看未来3天的天气气温情况，对照下面那张表。21到33，看起来似乎30多度，但是因为夜间温度低，升温需要的时间长，中午真正30度加的时间其实非常短，这样的气温就可以正常的给多肉浇水，浇透、进盆、盆底蘸水法都可以使用。如果能在浇水之后给多肉开风扇，那可真是锦上添花呀。27到33，虽然同样最高是33度，但是因为夜间温度较高，那白天30度加的时候的时间就会比较长，温差小的地区通常湿度不会太低，所以在这样的气温下，建议使用盆底蘸水法，可以在蘸水之后开风扇，能开空调那就最好。30到38这种最低都高于30度，就属于极端高温天气了，必须立刻断水。风扇推荐24小时都开着，如果能开空调，多肉的存活率会更高。南方3伏天最常见的温度是最低在28、9，不到30，但是最高多少度都有。那该如何安排浇水呢？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，简简单单养美肉。天气预报写的最低温没到30，但是通常多肉所在的阳台或者户外，因为有阳光的加持，能够低于30度的时间都非常的短，所以这样的温度也等同于必须要断水。多肉度夏具体的浇水方法，往前翻一篇就能看到啦。多肉度夏浇水，一看多肉，二看天气，你学会了吗？下期讲夏季如何给多肉养根护根，记得回来看。多肉的叶片化水了，是不是就没救了？多肉化水到底咋回事？我明明也没浇多少水呀。黑腐和化水到底是不是一回事？12年养肉老司机，一个视频讲清楚多肉化水的5步拯救大法。首先要明确，化水它是一种症状，它发生在叶片叫叶片化水，它发生在杆子叫茎腐病，它发生在根系就叫根腐病。有一些多肉的品种，叶片出现化水其实是一种自然消耗。多肉的黑腐病不能治疗，只能预防。那我发现化水只能丢垃圾桶吗？别急呀，多肉化水的5步拯救大法在这里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第一步，判断叶片是否化水，摘掉疑似化水的叶片，剪刀剪开看看，化水的叶片一捏就会哗啦啦流出水来，而健康的叶片即使用力捏也挤不出水。如果确认叶片化水，就进入第二步。第二步，检查杆子，重点要看摘掉的叶片和杆子连接处的生长点，如果杆子上出现了黑色、褐色，则说明杆子也被感染了，那么跳到第3步去。如果杆子无事，就可以直接进入第4步。第3步，如果杆子已经感染，尽快砍头，一直切割到截面没有黑点黑斑，干净清爽为止，晾干伤口，重新上盆发根。第4步，断水。叶片化水一定是饱含水分，哪怕尚未感染，也说明多肉正在承受无法消化完的水分。断水7天，如果盆土尚未干透，记得尽快吹干哦。可以利用窗边的自然风，或者开启小风扇，一直到叶片因为缺水出现干瘪萎缩，并且不再出现新的化水。第5步，峨眉林。无论是砍下来头重新扦插的，还是断水到干瘪的，或是作为一个日常预防黑腐的，峨眉林这种土壤消毒剂，按照比例配置给多肉进盆或者灌根，每个季度1次，尤其是入夏之前，可以很大程度的消灭黑腐的真菌。多肉化水拯救5部曲，你学会了吗？要不让我看看你们化水的美丽多肉吧。你的多肉一夜之间就团灭，你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用我12年养肉经验，今天一个视频讲清楚多肉度夏的4大死亡原因。你给多肉吹风扇了，温度也不算高，多肉怎么还是黑了？你也严格控水了，多肉还在户外呼呼吹风，怎么还是烂了？先搞清楚死亡原因，才能预防多肉夏季死亡。下面说的价值10个拉布布，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多肉晒伤不可逆，叶片晒伤消耗掉就好，杆子晒伤
可能抢救不了喽。路养多肉和阳台党一定要拉遮阳网，就算土长也要遮阳，活着最重要。灯阳也会晒伤哦，补光灯和阳光不可以叠加哦。夏季开灯避开高温时段，可以晚上开灯。40度的高温下，就算没有直射光，也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哪怕你通风控水做到了极限，极端高温也很难保证零损伤，人都喘不上来气了，何况多肉呢？这时候能做的就只剩下开空调了。90%多肉夏季都死于黑腐化水，元凶是镰刀菌。夏季温暖潮湿，正是它大量繁殖的时候，非常快速的感染抵抗力较差的多肉。被镰刀菌感染的多肉就像苹果，从里向外的腐坏。等你发现叶片化水的时候，杆子和根系可能已经腐坏了。这时候你能做的只有砍头保住头。黑腐化水虽然不能治疗，但是可以预防。峨眉林按压4下，兑水500毫升。春季开始定期灌根，注意哦，施药只能降低镰刀菌感染的概率，号称100%预防的都是耍流氓。温暖潮湿可是所有真菌的狂欢。炭疽烟霉也是夏季高发，去掉温暖或者去掉潮湿，都可以很大限度的减少真菌的感染概率。万一要是感染了也没关系，苯醚甲环唑治炭疽，戴森锰锌治烟霉，肉眼可见的外部感染都不可怕。及时发现，及时隔离，及时治疗，及时控制。多肉夏季4大死亡原因和防治方法都学会了吗？还有不懂的，快戳评论区。夏天还没来，你的多肉是不是开始化水啦？别怕，用我12年养肉经验告诉你，拯救多肉化水3板斧。第一时间观察叶片根部和杆子上是否有黑色或褐色，如果只是单纯的叶片化水，杆子没有异常。第一步，必须吹干土，必要的时候为了干得更快，可以部分脱土，不要晒太阳哦。4字真言记住：通风散光。接下来这几天断水，并密切观察杆子和叶片是否进一步出现黑色和褐色。如果没有，那恭喜你啦，第一步拯救成功。如果杆子依然黑，进行第2步砍头，观察杆子是否发黑，从下往上切掉杆子，逐步一层一层切掉所有的黑色、黄色部分。下面我说的更重要，跟着乔伊斯，新手养肉不踩坑。切掉所有黑褐色的部分，直到看到杆子完全是白嫩的。4字真言又来喽：通风散光，晾干伤口。第2种情况，叶心开始化水，摘掉叶片，观察杆子红样的，无异常可继续观察，有异常手术刀上场，从上往下切，切到截面白白嫩嫩，接下来断水，继续观察。还有一个重点一定要记住，大部分的多肉化水不可逆，预防为主，及时止损。预防要点来了，赶快拿笔记好。第1点，创造良好的通风环境，降低土壤中微生物繁殖的速度。第2点，温度升高的过程中浇水需谨慎，只有控制好水，才能够给多肉保命。第3点，定期施药，小粉、小黑交替使用，效果更好。看完了还不会，赶快发图来问吧。挑战鉴定100个多肉植物。哇，拼夕夕老演员，假的，真的，但是要紧，中间这种颜色特别浅的都不能买，活不了。真的，这个也是要紧，中间那个颜色特别浅，一看就是活不了，别买哦。要紧，别买，会死。这个是真的，而且是天然锦，是可以养活的，只不过这个颜色有滤镜，它调了色，不是自然的颜色。是真的，而且是天然锦，但是这个也不好养活。这个是真的哟，这个是假的，这是粘土做的。这个也是假的，这也是粘土做的，假的，粘土做的。要紧要紧，避雷避雷。这个是真的，而且很好看，就是不太好养。真的有黑色的多肉，但这张图可能调过对比图，你实际收到的没有这么黑。这个太假了，这个虽然看起来像假，但那是真的哦。假的，正常玉露不会这么白。假的，粘土做的。屁屁花是真的哦，但是你收到的可能没有这么五彩。假的，这个我有真的，嘻嘻。假的，也是假的。高质量粘土作品，假的，真的特别好看。这张图是假，不过真的白饺子皮和这个没啥区别。这个是真的哦，便宜好养。这个也是真的，而且是天然锦。这是一个做的很逼真的粘土多肉，但是吉娃娃也长这样。假的，亲爱的们，这个是假的，但是确实有多肉长得就是这个样子。
假的，要紧警告，要紧警告啊！喷漆玉露，这上面是油漆啊，朋友们，他们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什么独家上色秘方，永不掉色，我真是服了，别买，有毒。这个是真的，超可爱的，但是你养的话会皱皱巴巴、干瘪瘪。这个是真的哦，但是你自己养的话，它不会这么短，会长得很长。这也是假的哦，假的。山地玫瑰休眠期确实会发红，但是不会是这种鲜亮、饱和度很高的粉色，要么是调色了，要么是假的。这个也太假了，真的。被调完色后的雪莲没有这么白，它虽然有白粉。还有没有更离谱的呀10天浮盆无损休根大法，养多肉12卷的一定要看哦。刚到手的玉露多肉，先要观察它的主根在哪里，带皮的或者不带皮的粗粗的萝卜根就是它的主根。12卷休根的最主要的原则，主根不动，只修须根。枯萎无用的根系可以用锋利的刀片清理掉，修到这个程度其实就差不多啦。12卷的主根一旦被切掉，就不会再继续向下长了，只会从侧边长出新的主根，所以我们尽可能把这些萝卜根都保留下来。快速浮盆无损休根的关键就在这里，自己给它换盆换土是不需要修剪毛细根的，连根上的土都不需要去动它，直接换盆换土即可。经过脱土和运输之后，毛细根大量的干枯，保留的意义不大，所以我们才需要修剪。摆弄这些根系的时候，切记动作要缓慢。12卷的根系非常脆，一不小心就掰断了。如果有截面比较大的伤口，必须等伤口完全愈合才可以上盆。这样枯萎的组织，我会选择把它切开看一下，只是单纯的干枯，还是有感染的风险。有活性的伤口一定要确保伤口愈合才能再上盆。伤口完全愈合之后，上盆选择深度可以完全容纳12卷的根系的盆，把整颗植株架空向里面填土。手不够用的话，就借助工具喽。摆弄这些根系一定要温柔，一定要记住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记得最后用镊子插一插，将这些土变得更紧实。土壤对根系有包裹感，更利于根系发根哦。浮盆的第一阶段，摇晃它会有抓土感，叶心中间会长出新的绿叶子。前一天浇透水之后，现在叶片非常饱满，根系已经有效喝水，甚至可以把盆提起来。如果你恰好用了透明的盆，肉眼可见根系正在疯狂的生长。多肉12卷无损休根，你学会了吗？多肉颗粒土是智商税吧？你害怕被割韭菜，用园艺土养多肉，结果你的多肉是化水还是又土又绿呀？多肉颗粒土的3个真相，2分钟带你们撸清楚。你发现带土来的多肉都没用颗粒土，它也养得很好吗？没错，真的高手用烂泥巴也能养好多肉。但是你的养工和大棚主一样吗？更扎心的是，大棚养多肉要的是快速出栏，他又不图它多好看，他用死贵的颗粒土养多肉，养了1年都不长大，他还怎么当老庄卖给你呀？颗粒土到底要不要用？下面说的重点来了，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其实啊，多肉的根系不喜欢颗粒，它们喜欢泥炭土之类的腐殖土。用这类土养多肉，浮盆快，根系发达，但是营养过剩啊，容易把多肉养得又大又绿。颗粒土的主要作用是用来调节土壤的透气性和保水性。多肉的根系又胖又多汁，真菌和虫虫都可喜欢了。你的土壤如果不透气，真菌可不就捡了大便宜了。你的根系是长得快还是感染的快呀？下面说的更重要了，碎石头不等于颗粒土，砸碎的颗粒不等于颗粒土。不是所有机制都适合多肉，你的配土选择必须适合你的养护环境和你的养护方式。单独谈配土都是流氓。喂，重点来了，怎么判断你的土适不适合你？用我的多肉零伤亡保命公式，配土加浇水加环境加其他细节等于2天干透。你掌握了土干透的速度，就掌握了多肉的生死大权。下次讲如何配置适合你的颗粒土，快关注吧，顺便晒晒
你的颗粒土。4款颗粒土上盆10天了，我们来看看发根的情况吧。提前1天给肉肉进盆了。先来看降橙、陈梦露，明显有叶片消耗，拿出来看一下，有一些小小的白色的新根，但是不是特别多。米可奶酪已经扎根了，叶片已经非常饱满，往外提一提，能明显感觉到抓土非常结实。可爱玫瑰锦叶片捏起来硬邦邦的，拔一拔还有一点松，冰魄看起来很饱满，抓土还不够结实。冰玉浮盆是真快，都可以直接提盆了。最后一个叶片也饱满，就是抓土还很松。第二组0号土，第一颗陈梦露，叶子捏起来比较硬，已经可以看到发出的小白根。奶酪的叶片还没有完全饱满起来，有点皱巴巴的。可爱玫瑰锦叶片饱满紧实，抓土感也比较好。冰魄叶片饱满度一般，没有抓土。这颗冰玉也已经完全浮盆了，抓土抓得非常紧实。小杂交的叶片饱满度一般，抓土性却还是不错的。第3组丑土，丑土的养护环境要求不断水，即使浮盆期也是一样。陈梦露的叶子看起来不是特别饱满，但是可以看到根系长得很好。奶酪的叶片坚实饱满，可以提盆哦。可爱玫瑰锦也可以直接连盆提起来，叶片非常紧实饱满。冰魄的叶片也非常紧实，甚至还出了糖心呢，但是它的根系没有完全抓土。冰玉已经完全浮盆啦，这颗基本也浮盆了。其实提盆不等于根系长得非常完美，丑土在上盆的时候像塞橡皮泥一样把根系都塞紧了，只要它原有根系还在，短时间内都可以提盆。最终有没有长好根系还是要看多肉的状态。第4组锦仙缘，陈梦露叶片80%饱满，根系长得很不错，奶酪的叶片看起来还皱巴巴的，没有高效吸水。可爱玫瑰锦叶片饱满，提盆有抓土力，冰魄叶片还是软软的呢。冰玉也完全浮盆了，也可以提起来哟。小杂交基本浮盆了。看完就忘了吗？我帮你们总结了。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秋天到了，说说看，你觉得哪一款土的肉肉会更美丽呢？花钱买的颗粒土成分作假，伤心伤肉伤钱包。想要自己配土却不知道如何下手，用我12年养肉经验，今天这个视频2分钟教会你多肉配土的3大黄金法则：氧气、水、养分。植物根系第一命门是氧气，对，你没听错，配土考虑的第一要素是透气性，尤其是多肉植物，可以支棱起来的，才能在物理上做到透气性好。比如多孔的火山石、硬质的绿肺石、麦饭石、柔软有弹性的椰糠，它们搭建起多孔系的土质结构，利于进行气体交换。水对多肉植物来说是双刃剑，水多容易沤坏根系，滋生危险的微生物；水少，植物的体液没办法正常的循环。软质颗粒可以帮你缓存水分，赤玉土、鹿藻土、蛭石，它们就像一颗颗小海绵，先喝饱水，再缓慢的供给植物的根系。由于粉质特性，它吸水快，干的也快，不会积水闷根哦。干湿交替次数多了以后，它容易粉化板结。软质颗粒用的多的配土，记得定期换盆哦。下面说的你一定没听过，你先牢牢记住，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多肉控型上色不需要太多营养，麦饭石提供钾，鹿藻土提供铁，泥炭土提供氮磷，只要搭配合适，对多肉来说够吃够用了。这里穿插一个知识点，泥炭土或腐殖土对根系来说包裹得更好，更利于根系附着，保水性较强，这就是泥炭土或腐殖土发根快的秘诀。但是它的微生物繁殖速度也很快，这个时候你如果无法控制好土中的菌群种类，对多肉植物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哟。拌土小技巧也很重要，小白小粉要在上盆之前再拌在土里，避免长期暴露在空气中而失效。缓释肥、有机肥上盆的时候切记放在盆底，量不要贪多。下期讲不同地区和多肉的配土，可以直接抄作业哦，记得回来看。看了那么多多肉浇水教程，还是不会浇水。今天手把手教你所有的操作细节，保姆级教程，交作业不要钱哦。口诀1，多肉喝水看状态，软了再给水。口诀2，季节不同，给水的方式也不同。口诀3，水多最危险，偷懒能保命。首先把水准备好，如果是自来水的话，最好控1晚上。我习惯呢，每次浇水前都加一点神仙水 HB101，我这个桶是15升水，我们大概给到10到15毫升就可以了。它其实是一种植物活力素，有促生根、增加植物活性的作用。浮盆期没有根的小可爱，我们采用盆底蘸水法，让盆里面的土壤有足够的湿度诱根。
注意看，我们把盆的一半放入水里，再提起来。提起来之后，其实能感觉出来盆里的重量增加了。不管你用什么盆、什么土，都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来诱根。如果你的土吸水的速度比较慢，可以反复提盆几次。浮盆了的多肉在春秋季节，你看它的状态，捏起来软了，叶片干瘪，株形包裹，那就是多肉在告诉你我渴啦。这时候我们就采用浸盆大法，就是直接给多肉连盆带肉泡进盆里，它会开始冒泡泡。泡泡停止之后，就把它从水里拎起来，再浸，如此反复。这个过程是为了让土壤中的空气换新，冲掉土壤中的粉化物质，同时可以赶走那些细菌和盐碱。如果你实在懒得每一盆都拿下来，就用流动的水哗啦啦的冲，冲到盆底有水流出以后再冲一会儿。如果你有接水盘，记得把接水盘里的水及时的抽掉或者倒掉。到了冬季，10度以下就要开始逐渐减少浇水的频率，温度降到0度，务必要全面断水。在进入最艰难的夏季之前，春夏交替逐渐升温的时候，就可以逐渐拉长浇水的间隔。温度超过30度就要谨慎等水，夜间温度能降到30度以下，可以选择夜间浇水。如果较长时间都是全天蒸笼模式，你觉得你的多肉都快要干死了，你可以选择搏一把，采用盆底蘸水法。切记注意通风哦。还有不会的赶紧问。你在北方养薄叶仙气的多肉，还是在南方养圆滚滚胖嘟嘟的多肉，使用的颗粒比会一样吗？12年养肉经验，今天一个视频讲清楚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颗粒土、颗粒比。多肉生死美丑3大要素：光、空气、水。光是铁，肉是钢，一天不晒就饿得慌。光照是多肉植物合成有机物最重要的需求。光合作用需要2氧化碳，呼吸作用需要氧气。快速的空气流通还可以减少真菌的繁殖和感染。水是多肉植物的生命源泉，储存水分是多肉的超能力。那土是干嘛用的呢？跟着乔伊斯新手养肉不踩坑。土壤是多肉植物的家，固定植株，提供水分，供给营养。由此可见，颗粒土、颗粒比对多肉的生死美丑没有决定性的作用，真正有决定性的是养护环境和养护方式。好的土既适合你的养护环境，又适合你的养护方式。那到底多少颗粒比最合适？下面说的价值10两小帽。一般建议玩家从70%颗粒比开始尝试，无论你是南方、北方、新手还是老手。接下来要判断这个颗粒比是否适合你的养护环境，通过观察土的干湿节奏。浇透或者浸盆之后3天还没有干透，优先去优化你的大环境通风。当你的大环境已经设置到了90分，我们再去调整颗粒比。调整的原则如下：肉干瘪的时间长，饱满的时间短，叶层还越来越少，可以适当的减少一点颗粒比。反之，肉长时间的饱满，土干的也慢，肉干的也慢，这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一点颗粒比。如果你懒得浇水，可以适当的减少颗粒；如果你手欠爱浇水，可以适当的增加颗粒。颗粒土的调整千万不能从50%颗粒直接调到90%颗粒，一定要循序渐进。可以先调整局部，观察这些肉确实更健康、更美丽，再把剩下的一起调整。适当折腾叫做摸索，如果你瞎折腾，肉可是要死给你看的哟。说说看，你们都用多少颗粒比？